你竟敢逃离九幽，煽动穷奇一族擅闯神界，找死！孤军，恭迎师尊回归神界。恭迎上古神尊回归神界。千年不见，诸神可好？不坏，长老，多年未见长老，长老身体可好？一切尚好。长老请进。好。无患。如今无患可是风光了，和千年前在族中是完全不一样了。哼，小人得志罢了。待凤凰涅槃归来，朝圣殿中哪里还有他的位置？是啊。
请混沌主神打开应声石，接掌主神令语。天启，天启，天启，你要干什么？天启，本尊不惧万年，即被你毁于一旦。天启，此处不是你能玩笑之地，快将主神令语还我！你别过来啊！若是我不还呢？天启，今日不许胡闹！凭什么生来主神令语便是他的？本尊难道就没有资格执掌神界？天启，主神令语乃神界印玺，只有混沌主神才能拥有。你抢夺令语，这可是大罪。那又如何？你也说了，主神令语乃是神界印玺。如今这令语已是本尊的囊中之物，假以时日，本尊便是这神界最强大的神，也会成为这神界最名正言顺的主神。天启，你们驻守乾坤台，我去将他追回。禀报真神，子寒神君闯入隐阁，杀了首个神将，现在朝往界门而去。传我命令，敲响混沌钟，绝不能让主神令语离开神界。是。白君，你率领神将，一定要将子寒捉拿归案。你今日太过分了，你究竟要闹到什么时候？让开，我不想与你动手。我自然也不想与你动手，可是众目睽睽之下，我必须要给诸神一个交代。交代？你可知我落入他们手中，会是什么样的下场？7万年前他们是如何对待玄一的，你不会不清楚。可你不是玄一，在他们眼中，不忠于神界的真神就是第二个玄一。上古，若你还顾念昔日的情谊，便放我离开。我向你保证，主神令语我只是暂借，但事情了结，我一定会归还。天启，你究竟遇到了什么麻烦？不能同我们说说吗？我这麻烦比天还大。下界有难尚可求神拜佛，而真神有难，又该如何呢？你且让我想想。来不及了，上古。难道你真要眼睁睁地看着我被诸神问责，落到万劫不复的下场吗？子涵，隐阁中发生了什么事？你真的杀了首阁神将？什么？首阁神将死了？我没有。那就好，你没有弑神，快跟我回去，把隐阁中的事情交代清楚。不行，我不能回去。子涵，天启已叛出神界，你若继续作乱，只会害了他。白雪真神，我家神尊将重任托付给我，我不能回去。得罪了。此玉鞭怎么会在你手里？
子涵，你进山奴妖族作乱，你疯了不成？天启的计划到底是什么？你若真心想帮他，就跟我回去。白绝真神，子涵没得选择，日后你自会明白的。奇怪，此处并无穷奇的气息，难道凶手已走？天界奇观，木雕文玩。天界奇观，木雕文玩，走过路过的不要错过啊！天界奇观，木雕文玩，过来瞧瞧啊！本店手艺超然，奔月的仙子，镇海的神龙是应有尽有。如果谁的木雕能够超过本店的手艺之一，本店愿以3倍的价格买断，绝不食言。仙子啊，你在咱们南海城已经喊了3日了，这城里的好东西都被你搜了走了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这位仙君，我这才赢了几件宝贝啊！这南海城是咱们仙界最有名的地界，我想这文物玩家们也不会不舍得几件木雕宝贝吧？好脆的嘴皮子！今日我带了家中祖传的木雕，家传可比得过你的？那可真贵。这宝贝好啊，这手艺看起来是不错，果然不错。为何诓我下界？哎，白冰块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月迷说的穷奇之乱是假的。穷奇之乱？你在说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我这不是快当主神了吗？下界快活几天。你该不会也是找个借口下界游玩的吧？巧啊，咱俩在这种地界儿还能碰上，有缘分。不如一起游玩？胡闹！走。别动手。还不走？哎，你们到底认不认识啊？就是啊，认不认识啊？那各位仙君，1000年前我跟着他学艺，怎料对他动了真情，却不知道该怎么表白。于是我就把一整颗心全都扑在了他身上，结果他碍于种种，果断地推开了我。我遍体鳞伤，决定忘记他，云游千年。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如今他后悔了，跑来找我，对我百般纠缠。可是我又不知道我该不该原谅他，我该怎么做呢？仙子，好马不吃回头草，别理他。对，哎，可我看这位仙君对这位仙子还是有情有义的。我曾赌咒发誓，下了无数次狠心，决定不再与他和好。可是只要我一见到他，我心中的情愫就又被他勾了起来。这不，他喜欢木雕，我便想把这3件所有的文玩全都集起来送给他。你们说我怎么就被他吃得这么死死的呀？还是他太过分了，好好的感情不懂得珍惜，就这么错过，也太可惜了吧？就是啊。在一起吧，在一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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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想到堂堂的白绝真神也会有如此狼狈的一天。怎么样，被人误会的滋味不好受吧？这滋味如此的难受，还有人愿意忍受1000年。你说这个人他活不活该？本尊并没有无情的将你推开，更没有对你百般纠缠。这是我新看的画本，你难道对号入座了？这是东荒的浮雕，这是青丘的根雕。上果，你马上就要接掌主神之位了，不可再这般闲散。闲散？1000年前有个人比我还要闲散，他时常神出鬼没，不知去向何方。这没有别人，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。他只是不喜热闹罢了。不喜热闹，不善与人亲近。那主神以为，那人应该如何行事？本殿下以为嘛？时光如迷，让我情思绪牵引，温热掌心握紧。
它都是越吻过的流星，长长声音朦胧中依然清晰，寸一寸光阴如此形式变革，一生一默总是心意。这麒麟像不像红日？像。不仅是这麒麟，这满屋子的根雕都送给你，你可愿成为本主神的人？你说什么？我曾经以为，比起你对我的感情，你更重视的是我的主神之位，以及我能不能担任起3界的责任。似乎你陪伴我的每一天，都是为了让我继承主神令允。上果，比如说，你为我打开神脉，是为了让我增长实力；封印魔尊玄一的功劳也归功于我；帮我收复凤族，收下古君，也是为了平息神界对主神的质疑；甚至你让我去九幽历练1000年，也是为了让我境界再进，以应对3界混沌之力溃散的危机。上果，你身为混沌主神，继任神位是天责，你晚上任一日，下界便会多一日的危险。我知道3界众生是我的职责，可我怕当了主神之后，你更难以说出你对我的心意。你会认为主神的职责为先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其实我心里只想要你平安就好。谁要听这些？刚才那套动作都还记得吧？遇见你，前方白鲸，等下一世晨曦，重新再相遇，毫不犹豫，银河里陪你去远行，情一丝感应，可期。今夜是七巧节，外面应该挺热闹的，要不要出去逛逛？被人来回拨动心弦的滋味不好受吧？不过子非鱼，焉知鱼之乐？从前你不是最爱吃桃花酿吗？我在九幽食惯了山泉素果，早就不喜这些甜腻腻的东西了。走吧，咱们去那边看看。可要给令妹买个最时兴的兔子灯。这位店家，你怎么做生意的？你应该说我2人极为登对，应该买一对鸳鸯灯才对。这位小仙子可莫要诓我，我见过形形色色的仙人，2位这一看就不像是一对儿。怎么就不是一对了？离得这么远，可不像是一对登对的仙侣。啊！我全买了。哎，好好好。你喜欢哪个？本尊不喜这些。你不喜这些，那么你一定喜这个。这风筝怎么会在你手上？你猜。这又是做什么？这你都不知道啊？仙族男女将自己心爱之人的名字写在花灯上，然后把花灯放到水里，然后诚心的向我们这些神明祈祷，给他们一世情缘，他们便能如愿。可普花还在轮回道里，写这些有什么用呢？再乱说，我就把你风筝扔水里了。这风筝怎么到你手里的？何止是风筝，不知道是谁把我心爱的玩具啊、写的书签啊，全都藏在自己的书房里，而且一藏就是1000年。你说这人为什么如此保存我的东西，还视若珍宝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
我想说的，1000年前就想说了，在桃源林、瞭望山，我就想说了。白绝，我谁坏了本殿下的好事？小神参见小殿下。不知小殿下与白绝真神降临下界，有失远迎，接驾来迟。小神乃思水之身。我没找你出来啊。适才小神收到了小殿下的花灯，灯上面不是还写着那个住口！一定是我写的太快，没写清。这暗夜无光的，你也没看清对吧？水神要说什么？灯上要写着什么？不重要，真的不重要。我还安排了好多好玩的。穷奇，穷奇来了！真有穷奇祸乱。看来妖界大荒的封印已经破碎，穷奇才会3番4次的出来作祟。目光和古君刚从大荒回来，怎么会又出变故？一切要等查明真相，自然清楚。你速去神界禀报至阳神尊，告诉他我与白绝在此镇压穷奇之乱，请天启和至阳神尊去查看妖界的封印，看看妖界到底出了什么事。哦，是。你的身体尚未恢复，还是我来吧。不碍事，我们必须要将他穷奇困杀于此，若放走意志，仙界必有大灾。天界自然的混沌气息已然稀薄，不适于动用神力。若此时你我出手，这地方会变成废墟。那怎么办？记不记得我在瞭望山教你的剑招？你是说以古地剑的剑力？对，古地剑乃天地4大神器，再加上你的本源助力，想必古地剑上的混沌气息足以诛杀穷奇。好。所幸你我2人都生得神骨，往后我的余生都陪给你。三界在，山河在，我便在，好不好？神尊，昨日小殿下不知有多紧张您，还亲自去凤族求了梧桐树心给您做药引，红日真替您高兴。白绝，我给你拿了点吃的，一会儿你就……你的衣服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红日刚送过来的，说上面系的是子涵盗走的奇珍，让我看看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不可能！如果这些东西真是天启盗走的，那他就是要布下灭世阵法，毁了仙妖魔3界。什么是灭世阵法？当年魔族叛乱，神界差点被毁。为了战胜魔族，祖神创造出一套阵法。此阵法以天地3世为基，主神令宇为脉，辅以真神本源，吸纳仙妖2族的混沌之气，以万物之灵气，
使布下此阵法的人成为强大的混沌神。此人一旦变成混沌神，将会超越祖神，成为这世间最强大的存在。为何从未听说过此阵法？要以万物为基，是在灭绝神伦，所以祖神没有用此阵法，而是散尽一身神力打败魔神，镇压了魔族。那天启带走天地30是想……不可能，天启不是这样的人，他一定是另有用途，或者是一时兴起。我们一定要相信他，他绝对不会犯下如此大错的。他要是想当主神的话，以他的神力，何必要等到今日呢？是啊，我也不相信他会这么做。只是事情已经发生了。我这就下界去找他问个清楚。不行，你不能去见他。你贸然前去，只会让自己身处险境。如今诸神都对他逃离下界议论纷纷，你若再去见他，只会将朝圣殿推入众矢之的。如今神界人心惶惶，众神皆怕魔族之事再度发生。你身为混沌主神，当以安抚诸神之心为先。可是，放心，我和智阳会查出隐情，阻止天启。你为何叫我过来？可是天启有消息了。怎么了？你为何这副神情？是又发生何事了？无事，就是想借你的寻仙灵一用。你想用它来找天启？是。你念及旧情，将他放走，为什么现在又将他寻回来？你可知道他从隐阁盗走之物，乃天地30。灭世阵法？不可能。天启他一向懒散无章，他怎么会不灭世阵法？就算你我相信，可神界诸神怎么会相信？若我不将此事问个清楚明白，那便是以下界苍生去冒险。你是要问清楚，还是只是助他回来？那如果他真的布了灭世阵法，你又将如何待他？月明，他待我的好，我又何尝不知？若非如此，我早就下令将他捉回来了。我和天启相识相知数万载，我知他最是重情重义了。可是如今神界所有人都说他是叛神，我真的是替他难过。我第一次见你这般模样，你该不会是对天启？可他只视我为友，他心里想的念的都只有你。我心中之人只有白绝，此事你最清楚不过。我若知道你对他有此番心意，我一定……我知道，你只拿他当兄长。我也知道，此事怪不得你。可是上古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有多羡慕你吗？你无意沾染，而我却求之不得。我也羡慕你和白绝互有情谊，可是天启，他心里从来就没有过我。你把我当成挚友，我却从没看出你半点心意。情之一子，向来强求不得。我只要能陪着他，守着他，就算在他得意的时候想不起我，那也没关系。只要在他难过的时候能陪他醉上一场，那就够了。怎能足够呢？你这般的好，应当得起世间最珍重的情谊。待我了却了此事，我便将你的心意告诉他。不必了，有些事情我早就知道答案了，说与不说没什么区别。我现在只希望他能一切平安。上古，寻仙灵我可以借给你，可是你要答应我，不管将来发生任何事情，要留他一条命。算我求求你。月明，你我之间真的不必如此。你且放心，我定不让旁人伤他性命。
神尊，您身子刚痊愈，要不先歇歇，明日再瞧。灭世阵法从未现世，究竟如何破解，仍需查阅才是。此事一日未决，我便一日难以心安。神尊，您说这天启神尊平素行事虽有些出格，可怎么就走了魔神的老路呢？在真相大白前，莫要以讹传讹。想不到你这么快就找到了我的藏身之地，小上古果然长大了，连能耐也大。天启，你在哪儿？你快出来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这么没正形？今天你必须要同我说清楚。盗走天地30，私吞主神令宇，率领妖族叛出神界，你究竟要做什么？你既已知道答案，又何必再来问我？我不相信。仙妖2界运化至今，你付出了多少心血？我不信你真要将他们毁于一旦。听听，你现在满嘴的仁义道德，当真是白绝教出来的好徒弟，但是他却忘了教你，神也是会演戏的。你以为你在我心中很重，重到动动嘴皮子，便能让我放弃一切？上古，莫不是主神之位坐久了，让你冲昏了头？你还是个奶娃娃的时候，本尊便已经号令诸神，我不过是陪你演了一场万年有功的戏码，你竟然还当了真。人的眼睛是不会骗人的，你若是想当这主神，我让给你便可，你不必如此。天真。我本就是一介妖神，就算你想让，诸神又岂会答应？只有筑起灭世阵法，吸收下界混沌灵气入体，方能成为这古往今来最强大的混沌主神，名正言顺的成为万物主宰。我今天既然来了，就要把你带回去，不能让你一错再错。天启，跟我回去。你竟然伤我！这一遍是告诉你一个道理：这世间并不是你想如何就如何。赶紧滚出园林沼泽！我要偏不走呢。上古，你听着，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你。这些年我对你做的一切，不过是让你活到取出主神令宇的那一天。我永远都会是你的兄长，我们之间无论发生什么，经历什么，我永远会站在你身边。滚回神界，待我成为最强大的主神，或许我会看在往日的情分上留你一命。别再让神界那些蠢货来园林沼泽，否则当年玄一能做的，我也一样能做。
怎么突然来了？你受伤了，让我看看。他伤了你，他在哪儿？你别去，他心意已决，你去了又有什么意义？我只是让他知道，你不是他可以随便伤的。我所犯下的错，万死难辞其咎。就算他不伤我，我也……犯下大错的是他，你不要苛责自己。可是那日，是我将他放走的。他跟我说，这么些年来，他陪在我身边，只是为了得到主神令语。他是我最亲近的兄长，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我们会变成今天这样。或许我根本就不该从九幽回来吧。跟我去个地方。你带我来这做什么？当年你未诞生之时，我与天启经常来此处饮酒。那时的神界诸神，皆是助祖神创立神界、化天下万物之人，情谊之深，可互许生死。当年与魔族最后一场大战的前夜，我们也是来了此处。只是，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已经不在了。神魔大战之后，我曾万分自责，我怪我自己没能保护下更多的人。可是人生漫长，你我不能沉湎于悔意。若日日为昨日，那么来日在何方呢？你说的没错，即便来日必有一战，亦不可虚度今日。趁尚能同行之时，观一场云海幻灭，饮一壶酒，聊一日复生。下界看咱们神界，何等的逍遥自在啊！一念可动山海，一念可通天地。却不知，这苍生的命运如同一只无形的手，即使主宰三界，也有其无奈之处。白绝，若是他日我犯了此等重罪，你会作何选择？有我在，便不会有这么一日。若真的有这一日呢？若是以前，我定会回答你，公情大于私情。可是现在，我也不知道。也许你有你的苦衷，我愿意陪你一起受罚。能从铁面无私的白绝真神口中听到这句话，我就算死也无憾了。胡说什么？你是主神，当与三界同在。可是，无论天启对我来说有多重要，我都不能因为一己私情，忘记天下大道、苍生安危，因为我是主神。圣果，放心，我一定会阻止他灭世。不仅是为了天启，也是为了我这主神之责。
这阵法果然能引动下界混沌之力。祖神创造的阵法，自然不会有错。只是，这阵法之大成，至少需要12个时辰，神界不会给我们这么多时间的。我会以身护在此处，用本源神力催化阵法。渊灵沼泽之外，就要依靠你了。子涵定不负神尊所托。子涵，一旦灭世阵法大成，妖界也将毁于一旦。那可是你的故土，你心中对本尊就没有怨恨吗？他们，神尊，妖族的每一份灵力，都来自于妖神。妖神若是不在了，妖族又有何存在的意义呢？您的兄弟不仅是真神殿那几个，我们也是。只要神尊一言，纵千夫所指，万事唾马，吾等亦永世追随。主神，这天启之事尚未了结，神界又想混沌中，究竟发生何事了？没错，我等日日求见主神而不得，今日还请主神给个说法。今日召大家前来，是想告诉大家一桩事。我与白绝真神现已查明，妖神天启要在渊灵沼泽布下灭世阵法。这妖神法力强横，又坐拥主神令允，若他想要灭世，这神界何人能够阻止？妖神逃离神界尚未查明，殿下想把此事囫囵过去吗？没错，因为我的一己私情放走了天启，此罪我认，此责我担。现在最要紧的，就是把天启捉拿回界，阻止他开启灭世阵法。白绝，立刻整军出发渊灵沼泽。智阳，主神请讲。神界乃万灵之基，你带领诸神驻守乾坤台，保万物之安。明白。古君，随我下界南海，平定各方之乱。是。神尊，下神愿随白绝神尊前往渊灵沼泽，捉拿妖神回界，请神尊应允。天下苍生，容不得半点疏漏。本尊思前想后，觉得这三界唯有白绝可以铁面无私，应这万难之难。万年前神魔大战，便是本君与11星矢做先锋。如今苍生有难，星宿众神岂可置身事外？请神尊与我同行。既然星月女神请愿，那便同白绝一起下界去吧。谢主神。如今神界风声鹤唳，戒备森严，你想惹事本君不管，可别往我身上招惹麻烦。雪神何必如此紧张？如今众神自危，其余上神更是自顾不暇，哪有时间来管你呀？对了，上古与混沌中召见众神，是发生了什么吗？你们魔尊倒是对神界关心的很呢。我家魔尊与雪神同心，自然是关心了些。别试探了，就算告诉你也无妨。上古把天启偷走天地30之事告诉了诸神，让白绝月迷前往渊灵沼泽捉拿妖神回界，他则奔赴下界，以混沌之力稳定各地，以免下界遭劫。不过，这妖神毁了下界，九幽也幸免不了。你们家魔尊到底想做什么？既然是白绝下界，那灭世阵法绝无阵成的可能。白绝神尊领兵去了渊灵沼泽，你要是胆敢在暗中耍什么花样，我绝不饶过你。放心，以白绝真神的能耐，谁能伤得了他呀？只要你能完成魔尊交代的任务，那么你想要的都能给你。梅雨枝头带雪莹，倒是个好名字。
梅一枝头戴雪迎，便是这一句，让我等了3万年。让你等3万年的，并非本尊所言，而是你自己的执念。神尊，神尊，神尊，神尊！你可知道我付出多少努力才重回神界？神尊，为何你还是不愿意多看我一眼？神尊，神尊！雪莹一心倾慕神尊，而您眼中却只有他，还望神尊莫要怪罪。神界有难，凡列神级者皆有差事。可吾唤神君贵为朝圣殿执掌，怎会被主神抛之脑后？也真是稀奇呀！小殿下是担心我有危险，更怕有心之人趁机作乱，这才叫我坐掌朝圣殿。哦，你这说辞倒是好听。吾焕虽然出身卑微，但也不是蠢笨至极。雪神如果无聊得紧，回去闭门便是，何苦在这挖苦讽刺？那日在朝圣殿所言凤凰之事，可有虚假？今日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你那主子天性凉薄，若你不想被扫出神界，重归凤族，做那端茶倒水之事，还是得为自己好好的打算打算。什么意思？今日伐妖之战便是你最好的机会。若是你可以阻止天启灭世，那你将来在神界的地位可非同一般。你我想要在这神界站稳脚跟，或是想要站得更高，万事还得靠自己。以我的灵力，连子涵都打不过，又如何阻止妖神灭世？魔器，这是当年神魔之战时，魔族长老失落的魔器炼天宫，一直在本君的殿中保管。此物连真神都可伤，今日就借你一用。吾焕，你是个聪明人，未来在神界是主是仆，全凭你自己做主。说来惭愧，本应我亲率大军去将天启捉拿回来，可是时至今日，我仍不愿相信，也下不了狠心。冤灵沼泽危机四伏，一定要多加小心。若是天启执意不回头，我知道，你不用多说了。渊弥，这世间你遇到谁我都放心，唯独天启。怎么，就允许你自己心怀苍生大义？在你心里，我就是一个因私废公之人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行了，玩笑话你都听不出来，小心跟白绝待久了，榆木疙瘩的毛病也是会传染的。你等着吧，等我去亲手将那个蠢货抓回来，我好好给你揍一顿，给你解气。
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听说殿下颁了谕令，让你下界和妖族开战。我不想独留神界，你必须带上我。胡闹！此行危险，你快回去。连你也觉得我无用，不堪重任，只配在殿里做些鸡毛蒜皮之事？自然不是。天启真神在渊灵沼泽筑起了灭世阵法，仙妖之战在所难免。我是担心你会有危险。是，我是神力低微，可我也想为小殿下尽一份绵薄之力。如果放着什么都不做，你让我如何安心？又有什么脸在神界自居？若欲交战，一定要遵从号令，不可擅自行动，听到了吗？嗯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给你添麻烦的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许轻举妄动。是。出发！子涵，主神有令，捉拿妖神天启。只要你率妖族退回妖界，神界绝不会为难妖族。你做梦！我妖族向来只听妖神的命令。若妖神毁灭下界，妖族也会难以留存。你何苦助纣为虐？废什么话！要打便打！今日除非从本君尸体上踏过去，否则谁也别想进渊灵沼泽半步。妖族何时出了这么个半神？他体内有天启的本源之力，看来天启是以万年神兽作为代价，催生出了这么一个半神。虎族生灵森简，愿当先锋之责，定会战至最后一刻。子涵，神尊并不想与妖族交手，我亦是如此。由不得你！灭世阵法快要成了，他们在故意拖延时间。那我进去劝他。连上古也未能让他回心转意，你又能如何？一炷香，我只要一炷香的时间。你相信我，天启一定不是置苍生于不顾之人，我定能劝回他。好，我就给你一炷香的时间，到时候无论结果如何，我都会亲自去见他。好。他背着众人私入渊灵沼泽，莫不是与妖神有所勾结？若是我寻到他二人勾结之证，阻止灭世阵法，倒是神界还有谁敢瞧不起我？不好，灵力开始消散了。再不进攻就来不及了！冲啊！上！
够了！神妖本不该为敌，众神听令，护住本源，切不可再让灵力流失。下界的封印大开，若不马上封住，大荒中的凶兽定会逃出封印，为祸下界。众神听令，加固封印。师尊，若南海决堤，四海之水倒灌，仙界必有大乱，绝不能让水患危及仙界生灵。结印，布阵。是。天启，你到底要做到什么地步？你怎么能罔顾下界生灵的死活？闭嘴！本尊不想听。你若是来劝降的，还不如早些滚回去。灭世阵法已经布下，下界混沌之气即将归于我手。纵使是他们三个亲自前来，亦不是本尊的对手。不可能，你不是这样的人，我不相信你是这样的人。听不明白吗？滚啊！既然如此，那我便助你一臂之力。月明，你想做什么？纵使天下人不信你，我信。我这一生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，既然我带不回你，我就死在这灭世阵法里。你以为你的一条性命，本尊会在乎吗？既然你不在乎，何不就让我死在这儿？好，你要死便死，莫丧了本尊的地界。师尊，灭世之阵的力量好像减弱了。希望他们能够劝住天启。师尊，我们可要前往渊灵沼泽，去接应白绝神尊他们。此地的结界尚未完全恢复，我们必须确保下界安定之后再离开。是。我就知道，你一定不会让我死的。我一个人疯便够了，你来干什么？天启，不管你的苦衷到底是什么，至少有我站在你这边的。随我回去吧，这世界没有我们解决不了的难题。还有白绝、至阳，还有上古。从你离开之后，上古从未展开过笑颜，人间之人日日口诛笔伐，莫不是你连他也不顾了？